能量是个很奇妙的东西，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关于能量的几个不同层次。首先，有些人的能量很薄弱，他们不敢收钱，也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收钱。在他们看来，能免费帮别人就尽量免费，谈钱这件事太伤感情了。结果呢，他们把自己宝贵的时间、精力，甚至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都奉献给了别人。可等到他们自己需要别人支持的时候，那些人早就跑得没影了。这类人往往是在底层挣扎的失败者，被一些扭曲的文化观念洗脑太深，几乎没救了。接着再说说花钱和分钱，这两件事其实也需要调动很大的能量。我这里说的花钱不是随便乱花，而是指在人脉、思维和格局上的投入。比如我经常在一些场合提到给小费或者发红包这样的事，但绝大多数人都不好意思做。他们会想，我花了钱，对方为我服务，凭什么还要额外给小费？或者有人给我介绍了业务，我请他吃顿饭就够了，为什么还要转账发红包呢？其实这种想法恰恰反映了他们的能量不足。我自己就很喜欢到处发红包给小费。比如以前我去别的公司拜访，如果有前台接待我，帮我预约或者带路，事后我一定会加他微信，发个58元的红包表示感谢。再比如有人给我牵线搭桥，促成了一笔生意，如果合作成功了，我每个月都会给介绍人一部分分成，比如利润的5%。如果这个合作能持续一辈子，那我就一辈子每个月都给他转账。这样的做法让我的路越走越宽，愿意帮我提供资讯、牵线搭桥的人越来越多。很多人做不到这些，觉得不好意思，怕伤感情，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能量太弱了。别人缺的不是你一句谢谢，也不是你请的一顿饭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钱。即使对方不缺钱，或者是我的老同学，只要给我介绍了业务，我一样会给分成，每个月都给。越是关系好的人，我越希望他生活得好一些，这才是正确的相处之道。那些交情比钱重要，谈钱伤感情的说法，往往是没钱的人给自己找的借口。再来说说思维的敏锐，这需要更高的能量支持。比如我是怎么看待抄袭者和借钱者的？别看我表面上好像一点都不在意，好像是个宽容的人，其实不是。我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攻击性，只是因为我现在还不缺钱。如果哪天我真的缺钱了，我会让那些抄袭我的人把钱吐出来，用各种合理合法的方式让他们还给我。至于借钱这件事，昨天有人在一个平台上问了我一个相关的问题，我当时给的回答还算温和，因为我怕说出真实想法会让大家受不了。我的真实想法是，那些急着借钱或者穷的借钱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帮。只要不是能长期合作，给我带来持续利益的人，他们怎么样跟我没关系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也不做慈善，如果哪天真做了慈善，那也是为了避税或者提升自己的名声。原因很简单，我的精力、情感和能量都不是廉价的东西。那些能量低、自尊心弱的人，永远也理解不了这句话的含义。当然，我很欣赏那些充满大爱、无私奉献的人，也很佩服那些自私自利、心狠手辣、固执己见的人，因为这两类人都有满满的能量，活得特别有劲。我最看不起的是那些价值观摇摆不定、思维混乱、整天犹豫不决、抱怨不停的人，这些都是负能量的代表，什么事也做不成。最后，能把敏锐的思维表达出来，需要更大的能量。我有很多尖锐的想法，只会在付费群里分享，因为那里的人都是花了钱的，他们往往是赚过钱的人，站在食物链的上端，心态没那么脆弱，也更能接受一些刺耳的真相。其实我前面讲的这些想法，很多有钱人都明白，只不过他们都偷偷用在自己身上，从不说出来。因为一旦说出来，就可能影响更多人，甚至改变一些人的观念，这需要非常强大的能量。能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那些能量虚弱的人，往往被困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挣脱不出来。他们不敢要钱，不敢花钱，
更别提用钱去撬动更大的资源了。而能量强的人不仅敢收钱、敢花钱，还懂得如何通过钱去建立更广的人脉和更宽的路。比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做生意特别厉害，每次合作成功后，他都会给介绍人一笔分成，哪怕对方只是随口提了一句，他从不觉得这是浪费，反而觉得这是对自己未来的投资。结果就是他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身边愿意帮他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反过来，那些舍不得花钱，觉得谈钱尴尬的人，往往越混越差，最后只能抱怨命运不公。再说回思维的敏锐，这不仅仅是聪明的问题，更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支撑。比如在投资这件事上，我从不碰那些风险高、不透明的东西。有人整天研究哪个行业有前景，哪个板块要涨，听起来头头是道，可一旦投了钱，十有八九是亏得血本无归。我有个朋友，前几年特别迷炒股，天天研究各种数据，还买了一堆书，整天跟我聊什么技术指标。后来他在一个热门板块投了不少钱，开始还赚了点，眼看着觉得自己要发财了，结果没多久就崩盘，亏得连本都收不回来。他后来跟我说，当时满脑子都是那些花俏的概念，根本没想过整个市场的风险有多大。这就是典型的只盯着小细节，却忽略了大格局。其实不管是工作还是投资，很多人失败的原因，不是他们不够聪明，也不是他们不努力，而是他们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。比如有些人总想着找一份轻松又有高薪的工作，这种想法本身就很矛盾。轻松的工作往往收入不高，高收入的工作通常要付出更多，要么累，要么压力大。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等着你去捡呢？与其整天纠结怎么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，不如先想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是想要钱多一点，还是自由多一点，还是单纯想做点有意思的事？如果只是为了钱，那就踏踏实实攒点本钱，再学着投资。如果想要自由，那就得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。如果追求兴趣，那就找个能让自己沉浸其中的方向，哪怕一开始赚得少也没关系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别老等着别人给你答案。我那个问我下一步怎么办的朋友，其实我能给他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，具体怎么走还得他自己去试去摸索。世界上没有现成的路让你照着走，赚钱也好，找开心也好，都是在做的过程中慢慢找到感觉的。那些做得好的人，往往都是主动试错、主动调整的人，而不是等着别人指路才迈步的。最后我想说，不管是上班还是干别的，开心不开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件事。如果把上班当成单纯的谋生工具，那不开心就不奇怪了。但如果能把它看成一种积累经验、攒资源的机会，心态可能会好一些。当然，最理想的还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，哪怕过程有点折腾，至少不会觉得日子过得稀里糊涂。你觉得呢？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